第52集。诸位大仙，500年前本地在地府办差，佛门戒音与准提两位教主合计密谋，让地藏王掌控地府，暗算后土圣人，串通玉帝将3界大门关闭，导致地府消息无法传播。佛门为天信佛，致地府崩裂，鬼门关闭，人间百鬼夜行，一般生灵惨遭涂炭，本地肉身与元神也毁于这场灾难中，不得已在人间投胎转世。当年阴谋现已查明，戒音与准提为掌控地府，给一般亡灵投胎前就植入佛门信仰，目的就是让3000世界所有信仰尽归佛门，做到一家独大。话音落下，除了那些按部就班的天兵外，凡是有自身神位在凡间的神仙都倒吸一口凉气，有的满是疑虑，有的怒发冲冠，更多的则是被西方二圣的恶劣行径给震惊到。北帝陛下，玉帝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玉帝参与这场阴谋的原因很简单，北天庭功高震主，他感受到了威胁，为此关闭3界大门，将消息封锁在地府和阳间，借佛门之手除掉我。玉帝如此对我，你们说他该不该死？此时人群中只有嘈杂的议论声，并没有人给出玉帝该死的信号。既然大家都认定玉帝该死，那我就按照大家的意愿处死玉帝和王母好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决定的？陈乐没有给诸仙家发言的机会，只是目光一冷，所拿着法则之力的铁笼出现，定睛一看，里面关着的正是玉帝和王母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只见陈乐随手一挥，玉帝和王母瞬间被法则之力轰击的粉碎，甚至就连元神都没有幸免遇难。而就在玉帝形神俱灭的一刹那，天外一道金色光柱落在陈乐身上，没入陈乐体内，而陈乐身上也笼罩了一层淡金色光芒。陈乐眉头一挑，脑海中闪过2个字：切。没错，干掉玉帝后，属于玉帝的天庭气运转嫁到陈乐身上。紧接着一道威严声音落下，是天道意识所凝聚而成的天道意志。气运成，3界共主，地威如玉，地恩如海，永镇3界。这一声传遍3界，各路神仙，包括地仙界的散仙妖仙们，皆被震撼到。不过要说最震撼的，还是在场的各位大能引来天道的祝福，就足以证明北极天帝的名正言顺。此时此刻，紫霄宫内，一位年轻道人神色极其不悦，面上还带着一丝不敢相信。怎会如此？被我用天道之力镇杀，又岂能复活？身具气运的玉帝也被镇杀，变数好大的变数！如此变数，又岂能容你存在？只见红军缓缓起身，意念一动，就捕捉到中天庭的一切风吹草动。红军只是轻轻抬手，屈指一弹，一道横跨1万里空间，夹杂着无尽道法的力量席卷向中天庭。这股道力瞬息而至，轰击在陈乐肉身以及元神之上，而这单一的道力攻击只覆盖了陈乐一人。但是令红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只见陈乐岿然不动，立于空中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红军眉宇间充斥着些许担忧和不安，他不可置信地摇头道：怎会如此？道力竟不能伤他分毫，为何如此？怎会这样？红军深知自己的强大之处，天道融会贯通，在天道之下，意念一动皆为道力，道力所过之处泯灭一切，心念一动，想让谁死就让谁死。但如今这引以为傲的力量竟然失效了。同时陈乐感受自身被道力攻击，他嘴角带着一丝冷笑，抬眼看去，仿佛无形中与红军道祖对视。红军感受到了威胁，觉得自己的威严遭到触犯，意念一动，又是一道无边的道力袭去。但是这股道力和之前的那道道力相同，都宛如石沉大海，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。陈乐凝视着深渊般的虚空，怒对道：红军背后动手，小人行径，何不来此与我一战？红军满脸郁闷，他想不通，
被自己镇杀到形神俱灭的人，非但可以复活，还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成为圣人。匪夷所思的他面对陈乐的叫嚣，红军犹豫了，因为陈乐这个变数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。陈乐看着天外久久没有动静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是这样的红军，甘愿当一个缩头乌龟。红军，听好了，既然你现在不来，那就在紫霄宫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我去找你吧。”而这话直接让在场的众位仙家心神震撼到失去了思考能力。各路仙家只为不变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三界共主，北极天帝的名号过时了，大家以后请叫我中天大帝。我话讲完，散会。大殿内，真武、天游、易圣三位都在，当然还有一个三魂七魄已经恢复，但元神之力还未恢复的天蓬真君。陛下，您刚刚的宣言真是令人大快人心。叫嚣红军道祖，单就是这一句话，我们帝军就能令三界臣服，谁还敢持反对意见？恭喜陛下成为三界共主，永镇万世。陛下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找西方二圣报仇？我都有些等不及了。不急，你们先去把金鹏他们找来，等人都到齐了，就一起去西方佛界溜达一圈。与此同时，玉虚宫内，元始天尊颤声道：“天哪，我的天哪！这家伙竟然叫嚣师尊！师尊，要不您还是别给我做主了，这事就这么算了吧。”不行，我要去趟紫霄宫，找红军师尊问清楚，此子如此嚣张，为何还留他？而西方佛界对于中天庭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，他们只听到了三界共主的天道宣言，都比较纳闷。师兄，这是咋回事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该不会是玉帝将北天庭收入麾下，引来天道降下的天庭气运了吧？应该是了。北帝那小子都已经形神俱灭了，玉帝收服北天庭也是理所应当。师兄，等咱们肉身恢复以后，就去一趟地府吧，让我那身外身继续主持灵山大局。可以安排多宝去掌控地府，过不了多少年，3000世界的所有信仰都会是我佛门。老铁们，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就是我的动力，下集会更精彩。